我是赵少康，欢迎你来到少康战情室。在我们现场特别来宾，沈富雄委员、郭正亮委员、黄伟汉先生、赖士葆委员、陈婉慧委员。好，那么参议院提案以后，众议院跟进，对台湾以后的军售呢，不再限防御性武器，攻击也可以卖给你啊，看你要打哪里就打哪里啊。那这是国会了哈，但是政府会不会这样做啊？不知道，将来要看啊。那参院版啊，又通过一个叫做他们现在各种法都怪里怪气的名字，透过实力促进台湾和平法案啊。那这个叫台湾英文叫 peace 和平，从哪里来的和平呢？从 strength 从力量来和平啊。所以呢，要给台湾军售哦，要给台湾高阶的军事规划，要成立弹药添购的基金，让台湾变成一个火药库啊。老公一来就爆炸啊！看老公敢不敢来啊？那另外呢，还有这个军事专家说，你应该向美国争取买战斧飞弹啊。战斧飞弹呢，最大射程可以达到2500公里。哇，我就可以达到那，我跟他查，就快到西藏了哈，快到整个大陆都在你的这个飞弹的笼罩范围之内哈。那大陆国防部啊，对美国要给我们108亿的军备很生气，说这个严重威胁台海和平稳定啊。好，那么到底怎么回事？我们看一下。USA aircraft, you will violate Chinese airspace. We will fire warning flags. USA aircraft, you will violate Chinese airspace. We will take warning attack action. 中美剑拔弩张，美方似乎担心台湾防御不够。拜登政府之前宣布将对台提供3.45亿美元的军备。我们相当的感谢我们和美国之间一向保持很紧密的这个沟通跟协调，未来会在这个安全问题上继续维持紧密的沟通和合作。我方强调会维持现状，只是美方似乎忧心中共威胁加剧。继参议院后，美国跨党派众议员近日提出，透过实力促进台湾和平法案，要求美方优先处理对台军售案，并且修改台湾关系法，停止限制售台武器须为防御性质。只是这无疑牵涉台湾关系法的敏感神经。法案除了需通过委员会审议、参众两院过关，还有总统签署等关卡，能否真成型，似乎还有好一段距离。好，老沈怎样？这个提案人 Rubio 是抗中保台里头大将，鹰派的鹰派，那这个我喜欢，因为什么？因为他说 peace through strength， 都有人伊卡唔敢叮当啦，这意思就是安尼嘛。所以就讲你惊我所以这个我们要不要买武器呢？理论上那就不必要了，但是但马大家艺术啦。稍微奉陪一下，这个如果要达到这种100%正责，你给他起搞公爱读这正责，我唔敢讲我等于查理店，正色也可以，好了，正色也可以，但是我们的观众里头懂得正色的比正责的多啊，你知道？好了，随便你怎么讲啊，就是说你个哈有搞，所以伊唔敢叮当，这个太好了。所以呢，我们买的武器，不管他要我们买什么，其实都不能用，不需用，不必用。因为如果用了就没有和平了吧，就没有就打仗了吧。一旦用了就是没有和平，那你用实力来维护和平，不能打仗，太好了，我的境界就达到了。但是如果你一旦动了，就没完没了但是你的实力能够达到震慑作用到什么程度，老公才不会动，这个也不是绝对的了。你要看看老公到底愿意牺牲花费多少的代价。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尽到全部的责任，最后大部分的实力还是你老美的实力啊。所以我觉得这些鹰派有的是为了自己的选区需要卖一点东西我们也不得不这个样子因为我们是老美前线的前线但是很幸运的，我们是老中核心的核心。为什么我讲这个是幸运呢？如果我们台湾是两边都是战线的战线，那我们老早打了。我们是他的核心，他是他的战线，这个有商谈协调的空间所以我才想说，这次趁大选国民党就应该提出一个台海和平的倡议 proposal。为什么？因为很多国家享受到台海国际通道的好处嘛。我觉得享受到好处的都要尽一份义务。
对不？那怎么只有我呢？那至于说攻击性武器跟防卫性武器，我就在想，我刚才也请教2位，我说什么是绝对的防卫性武器？钢盔了，这个防弹衣啦，盾牌啦，而其他的一旦打起来了，防御跟攻击就分不清楚了嘛，所以但是现在我觉得我们不必要去讨论这些，因为真的讨论这个的话，就已经打了嘛。我们一个最高原则，台海没有战争，所以侯友宜去日本讲得很好啊，台湾没事，日本没事，台湾安全，日本安心，高共是。来，各位，这个法案还要看它是什么性质啊，因为美国对台湾的法案大部分都只有建议性质，没有约束力了啊。大概比如国防授权法那个就是有约束力的啊，所以那是因为跟着预算走的。对，所以行政部门就一定要做。那从台湾旅行法啦、台北法啦到这个法啦，还有前面那个什么国际团结法，都只有建议性质。所以坦白讲，就是议员做姿态而已啦。而且具体讲啊，就是即使他要有约束力啊，那到时候军品的选择也不是国会议员能决定啊，那也是国防部决定的。所以我坦白讲，这个法主要还是做一个姿态的表示啦。就他卖给你什么东西，还是要他的国防部来决定啊。对。不过他有讲说，只要台湾买了，就算是优先顺序排在后面，都要先给台湾。就是说其他国家可能在你之前下订单，但是呢，不要管它。只要台湾要，先给台湾，其他国家放在后面。每年的国防授权法都可以加进来。这个比较没什么问题。不，因为他现在主要都给乌克兰了嘛，对，所以台湾要的东西都 delay 2-3年嘛，大概200亿美金的东西都没有给，所以他们就说赶快给，赶快给，来我看。其实台湾关系法在1979年1月1号生效的时候，大家去看原文，它的第2大项的第5条里面就讲，美国提供台湾防御性武器，所以过往一直都是这个依准。那当然啦，大家在问说什么叫防御性武器？很简单，射程达不到中国大陆对领土的。以前是用距离，比如说呢，像爱国者飞弹，它是防御性的嘛，如果有飞弹过来，我可以拦截的。那像鱼叉飞弹，有军舰过来的时候我可以打，但打不到中国大陆那个射程在概200公里以内的，不会超过台湾海峡，这种叫防御性武器。我不知道观众朋友你们的看法怎么样哈？我倒想讲说，美国现在加码说要提供我们防御性以外的武器，那就可以攻击性嘛，所以打源头打击，可能把福建的机场也炸了或干嘛的，这对台湾有什么好处呢？我们本来就没有要打大陆啊，我们是被打的时候要防护，所以我要很强的盾，我要有头盔，我甚至还要有氧气面罩，我全身我要 survive， 我要活下来。我们要攻击对方啊！你有攻击对方的时候，我记得以前不知道是哪一个，好像是听康哥的广播还是怎么样，纽约的警察很危险。因为他身上带枪啊，所以当黑道看到纽约的警察的时候，美国的警察都很危险。对，因为你有枪，歹徒真的要对你下手，他就把你干掉了。但如果你今天要抢劫，当然也有人可能被枪杀了，他就拿个棍子打你，拿个刀子出来，你把钱拿出来，你可能还活下来。所以当我们拥有防卫性武器以外的武器的时候，除非我们有意图要跟他正面对决，而且还要反攻大陆。否则，我觉得台湾真的需要防卫性以外的武器吗？我觉得有一点。我这个是思维的不同。就是你要有反制能力，它才不会动啊。对，这是理论啦。李登辉时候，刘太英不是讲吗？说我能够打到你的三峡大坝，把你大坝干掉，让你下游的几百万、几千万人都死了，淹死了，你就不敢打我，这是理论了啊。那就是老沈刚才也讲嘛，就是看你要付出多少代价了，其实是对的了哈。就是说，好，今天如果说我有攻击性武器，你能攻击多少呢？你把它广东、福建的对岸的基地都毁了好了嘛？你毁掉它300架战机嘛？你300架也没了，那它后面还有300架嘛？你通通没了嘛？这个时候你两边前面都毁了，然后它在后面出动2线比较里面的出动，那你就被打，对，你死。假定说你死300万人，他死600万人，好不好？他比起来，你有多少300万人可以死？他一堆人，毛泽东不是讲过吗？核子大战有什么了不起啊？对不对？说核弹什么全世界死什么6-7亿人，有不同的讲法了。毛泽东讲我死一半也不怕，你死一半看看。这看你，当然现在他一胎化，我觉得他也不像以前那样了。以前这样，但是呢，基本上就是你要牺牲多大，还有他要牺牲多大。他假如说因为你这样干，他可能上来会这个死伤好几万，他算了，这是一种。他不在乎的时候，你去攻击他，你攻击他之后你自己倒霉。就这样讲，
匹夫无罪，怀璧其罪。以前人不是都是笨蛋，大家把以前都想成笨蛋哦，叫你不要有原子弹，为什么不能有原子弹呢？就是怕你还没有，而且先把你炸了，你能几颗原子弹？你30颗好不好？他300颗，那你怎么弄呢？哦，除非你30颗把它全部都毁了嘛。你如果不能毁它全部，它可以把你毁了嘛。其实就这么简单了。来看一下哦，现在提出来叫做透过实力促进台湾和平哦，看起来肉肉等有点绕口哦。其实你不觉得这个很像就是典型的抗中保台法案不是吗？就抗中保台，它要让我们的武器能够从防卫性的升格为攻击性的，或者是非防御性而已啊。那他提到战斧巡弋飞弹，我觉得这可能性很低了，这个射程实在太远了，2000多公里。不过，我在想一个说，具体来讲，你注意看到吗？他卖我们的什么武器吗？他卖我们的武器都是真的是防卫性的嘛？你注意看到自走炮啦，这个零组件啦、鱼叉飞弹啦、布雷系统等等，这个战场都在台湾嘛。那真的我们要的话，其实就回到原来讲的说，我什么制空、制海、反登陆。我觉得制空，台湾的制空现在快没有了啊。制空我觉得很重要，就是我们 F-16之外能不能 upgrade F-22、F-35啊？我觉得这个是最具体的啦。如果这些都没有的话，你反而够下个贼嘛是不好。那么最主要的后面还是靠老美保护嘛，就是我们能撑多久，撑到老美过来保护我们，都安利娘娘。我基本上这个是，就是说学者嘛，反正打蛇随棍上嘛。美国既然你参众两院都说要卖我们防卫性武器，那就卖战斧啊，不就讲了半天，看给不给啊？那另外他不会给你，那也许给你一些别的啦，就是说我要这个要不到，也许给你一些别的，反正大家讨价还价。Financial Times 又登出来了，说美国很担心赖清德变成陈水扁第二。之前我访问赵春山在这里的时候呢，他就说他还打电话给Financial Times那个记者，他跟他认识，他说你真的消息来源是真的这样吗？他说我消息来源何止一个，我好几个消息来源。换句话，那个记者报道上次的报道说美国很关心赖清德，不是只有一个来源，好几个来源。那现在这次有具名了，上次是不具名的，这次具名了这次呢叫做承认美国国家安全会议东亚事务资深主任韦德宁表示呢，拜登政府对赖清德感到非常焦虑，因为呢很怕他像当年阿扁一样，很多事情都不先商量的，也不跟美国协调就自己干了所以他们很担心变成阿扁第二。但是韦德宁也认为担心也没用。这当然担心真的没用。我如果吃了趁手铁定我就这样干，那你美国能把我怎样？他说，而且呢，你如果这个公开谴责，如果国务院公开谴责赖清德，有可能引起美国国会议员扩大对台湾的支持。有很多反中所以我就支持赖清德，那说好赞，对，你要什么我给你，就担心这样。所以美国基本上国务院呢也不敢讲所以呢，今天国务院发言人被问说呢这个赖清德进白宫，美国怎么看呢？他拒绝评论 ，no comment。没有讲话，休息一下再回来。好，那么最近呢，有学者到大陆去的时候呢，有不同的状况，有的是进了机场就被盘查问有的是呢，参加什么学术研讨会，中间被请去喝咖啡，他们叫做喝咖啡的所以咖啡喝咖啡不太好喝那问什么呢？就比如问说那个你来大陆那个阳明山有没有交代你关心什么事情？阳明山什么？国安局嘛，国安局在阳明山嘛比如郭队长如果去，就请他喝咖啡，然后郭委员郭教授国安局那个阳明山有没有请你打听什么事这样他不敢这样，类似这样那最近好几个了之前也有好几个了，所以现在有很多学者不太愿意去大陆，或是不敢去大陆。对甚至有很多呢，他也不是绿的，有些不是，有些是，有些就是一些就是学者嘛那当然是牵涉两个问题了。第一个就是说，阳明山是不是真的有请他去问他？阳明山先请他喝咖啡，先说你要去，我们知道你要去你参加研讨会，你帮我们打听看看怎样看看那个官脸色如何，那个人身体怎样，有没有我认为他们把学者找去问，
他们一定有确切的情报，说的确这个学者，比如原来可能拿了什么国安局什么计划啦，政府什么计划啦，我是猜了哈，有可能。好，那当然学者就反弹很大，因为台湾的学者很多都跟政府要拿计划，那不能拿计划都被你问，对不对？所以呢，我已经听了好几个人告诉我这事。那最近呢，这个陆委会还主动证实，那这个人是何许人呢？这个人哈，他们去查说叫做淡江战略研究所所长欧明贤。你是不是战略研究所？对，好，我们的所长欧明贤，而且呢，他的确是远景基金会的董事。对，因为在裴洛西访问台湾以后，远景基金会就被老共说这个有问题哦，这个是不受欢迎的机构，要制裁、谴责的机构哦等等。那这个我相信了，因为你自己是远景基金会董事，你跑到大陆去，人家约谈你这样，我觉得也，当然我是觉得，如果做个学者，他当然不喜欢被约谈，但有很多连这个都不是，也被请去喝咖啡。所以那天访问赵春山他认识好几个也是这样。之前我也听到别的人学者告诉我，他说我最近不太想去。我说为什么？他说他被约谈喝咖啡。他说你被约谈喝，你那个心里就七上八下的跳啊，对吧？尤其一入境如果就被约谈的话，那很紧张啊。哦，到底怎么回事？我们看一下。陆委会日前在例行记者会上主动揭露，有位学者获邀到对岸交流，入境时却被查扣。盘查了将近4个小时。那最后虽然放行，但是我相信他的身心已经受到极大的冲击。对于身份有所保留，因为召开记者会时，当事人还在大陆，陆委会要求对岸在学者出境时不得再为难他。这位老师的行李、手机、笔电都被查扣，我们也怀疑说会被对方动了手脚。陆委会至今未证实这位老师是谁，不过根据掌握消息，是淡江战略研究所所长翁明贤，只是此行去大陆是以台湾战略学会理事长身份前往。这张照片是7月下旬在上海拍摄的，由台湾战略研究学会和上海市公共关系研究院合办第6届两岸韬略论坛。翁明贤和与会学者合影，而这并非他第一次参加这论坛。疫情期间，双边曾利用视讯交流，据悉论坛行之有年。为何翁明贤这次会被扣留？有一说跟这有关。翁明贤另一个身份恰好是远景基金会的董事。今年4月，国台办就对远景基金会采取惩戒措施。各位，你有没有经验被拦下来？我从来没有。有没有听说？欧明贤这个非常诡异啊，因为他是去参加两岸韬略论坛，这是两岸轮流办的，他也参加过好几次了。那结果这次去就特别被约谈，这个实在太奇怪了。因为欧明贤我认识很久了啊，人家长期就是研究两岸战略的，而且他是偏军事啊，那。这个有什么奇怪呢？他是远景基金会的学者，这大家早就知道。大陆他们会说喝咖啡有什么了不起的，沟通一下而已嘛。你紧张什么？喝咖啡不会用，他这个等于是有点半强制的啦。就是他就是要叫你进去那个房间嘛，你不能拒绝啊，你不能拒绝就是半强制了嘛，对不对？你如果喝咖啡是我可不可以有自主权啊？不行。对啊，非喝不可。对啊，你有自主权，你要喝茶还是喝咖啡？有自主，你挑一个。老沈，你怎样被留置4小时干嘛？不是，多年前在哪里？多年前我是受中央国台办台湾研究所的邀请去大陆，我在杭州机场落地，不能入境。他说：“系列，你连这个划境界的那个地方，你不能越过这个。”就请我到一个房间，就请坐，就没有下一步了。没有喝咖啡，就没有咖啡，连咖啡都不给你。对，就没有下一步了。我也不晓得为什么。这个是没有协调好。那我说，他说我们可以原机送你回去啊，真的要遣返了。他原机要送我回去，我说不行，现在你原机送我回去台湾不管是哪一个机场都是半夜，你要让我过一个晚上，我明天才回去嘛。晚上到原机就是说不是有客人要回去，不是原机，不是下一班回机，下一班回机要送我回去。OK， 那不下一班是有没有其他客人，还是专门送你回去？不是，就是下一班的下一班飞机正常的飞机，班机，但是到达台湾都是半夜了。OK， 所以我没听摸嘛。那他们当然怎么没有人来接机？很奇怪哈。对啊，所以他们就往上呈报，那显然是多线呈报。对了，所以4小时下来没有结论。我觉得好奇怪，怎么没有结论？到底可以还是不可以？所以我的结论就是说，这个大概最后的结果，当然好嘛，最后就是说当地
要主办单位来接机了啦。但是他来接机也是因为上面说 OK 啦。所以我是讲说，他不同的单位不同的有学术单位有情报，大概每一条线的直线沟通不良还有横向也沟通不良。我每次去香港也都被挡在那边的，每3次以上3次以上。所以我觉得老共的这种情治单位的作业其实不怎么行了。还有这种小事就这样大举行动的这样查我觉得也有伤他的名声。比方说，你真的有什么好紧张的？那我的态度是这样，你觉得他扣我4个小时，我会很紧张吗？不会，我这个人就这样，我自己反省，我没什么事。那你竟然这样扣我道理在我这边的，你等着看吧，你等着看你等我回台湾你是干死啊！你这样讲所以这个真的你问心无愧。你后来回台湾也没有大闹也没有讲也没听到我现在没有骂你回台湾，不是他们一路都对你很好，非常好，大概就补回来这样。好吧，我觉得当我心里头想的说这个理亏在你啊，我就跟郭董一样，岁月千万年吾往矣啊。好吧。方哥那个大佬的，我可不可以问大佬一个问题？你问吧。你在那边进不了这个，那你的行李手上，因为你没带手机嘛，有被他收去检查吗？不是都没有检查，没有。你就是根本连入境都没有，没有。大佬状况完全不一样，他就要遣回去嘛。欧明贤所长是他的手机、通通被拿去看，笔电、行李都扣走，人在小房间，唯一一个落差就是。媒体说杜伟说4个小时，他说只有3个半，那也很长，而且他是战略所的所长，大陆不可能不知道他知根知底，但还查他，他这个状况比我们想象中还严重啦。他不会是对啊，一定是有什么有人检举他或者对。主办单位归主办单位，机场归机场，各这个情治单位归情治单位，因为他彼此也不协调，不什么。比如老沈随便举例讲，我们已经在远景基金会，只要远景基金会就是黑名单。那你是董事嘛？你是黑名单，那来了我就要问你来干什么，对不对？他不管什么其他人邀他不管。那老沈也是，老沈已经在黑名单上，沈富雄。但是他们邀请的，我懂，邀请跟2回事嘛。对，就是你机场的上级单位有，我也可以邀请一个大陆人来，但是国安局可能他有名字在上面的。对不对？你进到机场可能就被盘查，这是有可能的。来，这个乔欣，你是这个战略所的研究生，怎么看？我觉得这个事情确实变成是说让民进党，比如说陆委会，他开始去讲说，所有人到大陆之前要做风险评估。其实他又是再一次把他这个跟选举的抗中保台放在一起了。不要小看陆委会现在讲的话因为台北市接下来上海的这个双城论坛，其实就是在8月底。8月底的时候就要去双城论坛了。那在台北市议会里面的民进党的议员没有人报名啊，这个很正常，我觉得他们自己的选择。可是其中有一个议员他的说法是怎么样？他说他不去报名的原因是因为他怕他回不来。我有看到，他怕他被抓走这个很夸张的说法。可是为什么他们会这样讲？你看他的说法跟陆委会现在的说法其实差不多意思啊。他某种程度就在告诉台湾人民说，大陆很可怕，去的话可能会被抓走，可能会回不来。那当然，我们都希望学者可以去好好的交流，你也不要去查他的东西。那如果是远景基金会，那你认为说，因为远景基金会，所以你不让他进来，那其实你就讲清楚嘛。那他就像这个沈大佬一样，在机场那边，那就进不来，那就回去了哈。你就很明确的说，因为你是远景基金会的董事，那我们现在的这个已经公布的很清楚了，是属于黑名单，那请你回去。这是你这个国家的做法，那其他人也只能尊重。可是他这次的状况是他去查扣了，就盘查了他的东西，那所以说就让包含陆委会他就有一些可以就把这个事情做得更多，讲的说我们是提醒跟建议，但某种程度对于接下来的两岸交流，它可能会变成是一个阻力，一个负面的，甚至让民进党包含他们的议员可以讲说这个双城论坛很危险啊等等的。但其实真的是这么一回事吗？我们还是希望两岸交流可以在和平的状况之下发生的。不过对大陆方面也要讲了哈，就是说这个没有必要，除非你很确实有什么证据哈。可是这种事情还是少做了哈。他现在说呢，我们的陆委会要求说呢，如果老沈比如说现在被邀请了，要双方的邀请或主办单位要求陆方主管机关明确承诺，不会再出入境被留置，不会被请去喝咖啡。问题是这个也是乱讲没意思嘛。
我是主办单位，我刚刚讲主办单位当然绝对没问题啊。你去查出入境单位，你问谁啊？搞不好他也说没问题啊。那他就是可能有问题啊。安全单位是另外，安全单位你能管得住啊？公安单位你管得住啊？根本管不住嘛。事实上，我们到美国去也常常被留置，你知道吗？就有些人到美国去美国只要移民官就先假定你一定到美国就不回去，他受命就假定你到了美国就要留在美国不走，看你有点奇怪你带的钱多还是少？太多也不行，太少也不行等等，就把你抓到小房间，你收啊，全部给你收，你知道吗？我有一个朋友这衰死了因为美国规定一家不能带超过1万美金然后他老婆英文大概有点紧张他明明带了6000美金，他讲60,000 讲的60,000在哪里？把他搞到小房间，搞到4、5个钟头，全身收，就不逼他。你的6万美金在哪里？我讲错了，我是6000，讲成6万。中国对那个数字常常会有的时候搞不太清楚，搞死他真的是搞死。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因为中。